全世界佩戴节育环的女性有2/3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年轻的女性，今天她们还在使用节育环这个避孕手段，但是当我问起她们节育环的运行机制，她们一无所知。2011年的时候，我陪我的母亲去取下她佩戴了20多年的一个环，在手术之后呢，她出现了一个大出血的现象，引发了一些并发症，这让我们家庭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我开始关注这个物件，在2014年的时候把它做成了作品。我用的是它早期的材料铜，都是曾经出现过真实的形状，1:1的比例，做成了像女性首饰一样的雕塑，放在了蓝丝绒的布上。节育环大概是2战对很多妇女实行一个强制性的避孕，一部分是非常奇怪的形状，其实是给当时的一些他们认为精神疾病或者是基因上有疾病的妇女放进去以后，她无法自行取出。第二个作品我选择了陶瓷这个材料，把这个嵌入的痕迹烧制成了永恒的一个印记。我的家人之中没有艺术家，很多是医生或者是做医学方面研究的人。我创作了一个词叫临床艺术。这个展览是我第一次把红色系列在国内的展，用的绘画的方式，我选择了一种红色的墨水，它像云，然后晕染，外表是非常准确的手术刀的1:1的比例。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红，红色有非常多的隐喻的意义。第一个意象可能是血液，流血可能是女性的身体在生物层面上最频繁的一种经历，比如说经期、生产、疾病，比如说受伤。这2个都是2020年现在新做的作品。避孕药吧，我做的是21天短效避孕药，它的整个药理基础就是把女性的生育能力当成一种病来治疗，把市面上我能找到的红色的亚克力全部找到之后定下来的这么一个颜色，有一点点神秘。另外一个作品增生，用绘画的方式画的一个乳腺的 X 光，很多人也是他一生可能留下来最重要的图像，反而是他得的这个乳腺疾病。我准备创作大概100幅增生这个绘画。在中国好多话题或者很多作品它还处在初级的阶段，很大一部分的人刚刚开始关注当代艺术。苏珊·桑塔格不是写过那本《反对阐释》吗？就是觉得艺术品是没有办法阐释的。我更主张微观的、具体的去记述历史，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天经历的具体的事件，你把这些细小的事件记录下来，它就成了一部文明史。